为什么牙医都狂推植牙？难道掉了牙，除了植牙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一位资深牙医揭露了其中的行业机密，告诉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更省钱、更安全的选择，可以省下90%的费用，而且还能保住自己的好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身边许多朋友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明明只是掉了一颗牙或是牙齿有点问题，走进诊所后却被一再劝说要做植牙。牙医滔滔不绝地讲着植牙的好处，甚至拿出各种模型示范，搞得患者不知所措，仿佛不马上植牙就会亏大了。这样的情形是否也发生在你或你家人身上呢？植牙真的有这么神奇，非做不可吗？让我们来一探究竟。现代人一提到补牙缺牙，第一个想到的往往就是植牙。走进牙医诊所，如果你缺了一颗牙，医生10之8九会建议你做人工植牙。植牙仿佛成了缺牙重建的黄金标准。然而，为什么牙医如此热衷于推荐植牙？这背后有许多原因。首先，植牙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对牙医来说，植入一根钛金属制成的人工牙根到颌骨，再在上面装一颗人造牙冠，是一个看似能一劳永逸解决缺牙的方法。植牙有几个明显的优点，它不需要破坏邻近的健康牙齿，就能在缺牙的地方填补空缺。植牙之后的假牙非常稳固，咬合力接近真牙，让人恢复咀嚼功能，而且用得好的话可以使用很久。常有人说植牙可以用10年以上，甚至20年，看起来就像永久解决方案。因此，牙医们在学习和临床实践中都被教育植牙是替代缺牙的最佳方案之一。然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利益考量。植牙的费用相当高昂，从手术、植体材料到后续的牙冠都需要不菲的支出。以目前行情，一颗植牙往往要价数万甚至10几万新台币，依地区和材质而不同。对牙科诊所而言，植牙是一项高单价的疗程，利润相对丰厚。有坊间传闻指出，某些诊所还会替医师设定植牙业绩目标，或提供每颗植牙的奖金抽成，以此刺激接案的意愿。难怪植牙疗程被推广得特别卖力。相较之下，一些传统的补缀方式或者保守治疗收费可能低廉许多。在利润的驱使下，有些业者可能特别鼓励植牙。例如，某些连锁牙医诊所常在广告上强调植牙如何先进、如何快速，而且诊所引进了尖端设备专做植牙，这些都可能让病患觉得缺牙就非植牙不可。久而久之，植牙几乎变成了一种流行趋势，仿佛凡是缺牙就该去植牙。对牙医师而言，推荐植牙有时也出于善意与便利。从专业角度看，植牙成功后，患者得到一颗独立支撑的假牙，不会影响旁边的牙齿。而如果选择传统固定牙桥，医师需要磨小邻近2颗健康牙齿作为桥墩，把它们套上牙套来悬挂中间的假牙。这种做法等于牺牲了2颗本来健康的牙齿结构。长期看来，那2颗被磨小的邻牙可能因为承受额外负担，未来更容易蛀牙或出问题。所以不少牙医认为，与其磨损邻牙装桥，不如在缺牙处直接植一根人工牙根，对其他牙比较好。此外，活动假牙、可摘式假牙虽然对邻牙破坏小，但缺点是需要每天取下清洁，咀嚼效率较差，而且有些人戴活动假牙会觉得不舒服，甚至影响发音。相较之下，植牙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次处理，终身受用，省去传统假牙的麻烦。因此，牙医们往往直觉地建议植牙，认为这是对患者最好的长久打算。但是，从患者角度，植牙真的是唯一且最好的选择吗？很多患者其实心里打鼓，植牙毕竟是一种手术，要在牙床骨头上钻洞，想起来就觉得可怕。不仅过程有侵入性，术后还要恢复数月才能真正使用，费用高也是现实考量之一。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多颗牙的植牙费用。也有人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状况，牙医师断言某颗问题牙保不住了，拔掉直接植牙最省事。但患者总觉得那颗牙还有救，心想难道不能想办法补一补，做个根管治疗留着吗？有些医师也许基于省时方便，或对那颗牙的愈后没信心，就提早放弃，建议干脆拔掉换成植体。
这其中当然有专业判断的成分，但也不排除有些人对植牙情有独钟，忽略了保留真牙的价值。其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位50出头的林先生有一颗大臼齿蛀得很厉害，第一位牙医检查后直说，这颗没救了，拔掉吧，然后赶快植牙，不然你后面没牙吃东西。林先生当下有点犹豫，觉得拔牙好可惜，他又去问了第二位牙医。这位医生仔细检查 X 光后发现，虽然蛀洞又深又大，但林先生的牙根还算健康稳固，于是建议先尝试做根管治疗，把坏死的牙神经清除干净，再装上牙套保护。林先生接受了这个方案，结果那颗牙成功留了下来，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年，他那颗做过根管带着牙套的真牙依然咬合正常。林先生庆幸自己当初多问了一个意见，这才省下了一大笔植牙费用，也保住了能用的真牙。植牙被宣传得很美好，但也有一些隐忧值得了解。首先就是手术风险，任何外科手术都存在风险，植牙也不例外。虽然植牙手术通常在局部麻醉下进行，过程短则半小时，长则1-2小时就完成，但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不容忽视。例如上颌后牙区域植牙，如果不小心钻得太深，可能造成上颌窦穿孔；下颌后牙区域若定位不当，还可能伤及下齿槽神经，导致下唇麻木。我就曾看过一则新闻，一名50多岁的女士在植牙时下颌神经受损，结果术后半边下唇一直麻木，影响了日常说话进食，几乎无法恢复正常。这种案例虽然极少发生，但谁也不想成为那倒霉的少数。这些并发症虽然少见，但一旦发生，对患者影响不小。就算过程顺利，术后也可能出现感染或伤口愈合不良的情形，尤其是本身有糖尿病、抽烟习惯或免疫力较差的患者。年纪大的长者如果有心血管疾病，正在服用抗凝血剂，或者曾接受过头颈部放射治疗，更要慎重评估植牙的必要，因为这些情况都会提高手术风险或降低愈合能力。再者，植牙并非种下去就永远没事，植体是在骨头内的人工物，周围没有天然牙周、韧带那样的组织结构。正常牙齿的根部有牙周韧带连接牙根和齿槽骨，不但提供微幅的弹性缓冲，也具有感知咬合力的神经感受器。但植牙是金属与骨头直接结合，称为骨整合，缺乏韧带与神经，咬东西时少了缓冲和痛觉反馈。这意味着如果咬合力过大，植牙不会像真牙那样给你疼痛的警示，长期下来可能对骨头造成超负荷。另外也因此，夜间磨牙、睡觉时无意识的磨牙的患者若有植牙，植体承受的应力更大，可能较容易出现问题。牙医通常会建议这类患者睡觉时戴上咬合板、牙套来保护，但毕竟又多了一层麻烦。植牙最常见的中长期并发症之一叫做植体周围炎，简单说就是植牙周围的骨头和牙肉发生了慢性发炎与退缩，有点像植牙版本的牙周病。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可能有1到2成的植牙在10年内出现不同程度的植体周围骨流失。如果患者平时口腔清洁不到位，又有抽烟习惯，或本身有糖尿病等问题，全都会增加植体周围炎的风险。更麻烦的是，植体周围炎不容易处理，因为植牙没有牙周韧带的血液循环供应，自我修复能力差，一旦感染发炎，清洁治疗起来比一般牙周病困难。往往等到植体开始松动，牙龈流脓出血时才发现，可能最后不得不将植体移除。而拔除一颗失败的植体后，原本的骨头常已遭破坏吸收，需要再补骨才能重新植牙。这样一来，治疗时间更长，花费更多，过程也更折腾。还有一点很现实，植牙并非终身保固。虽然有人号称植牙能用20年甚至一辈子，但那通常是在理想状况下患者维护良好的结果。许多临床统计显示，单颗植牙在10年后的存活率约有90%以上，看起来相当不错。但这也意味着仍有接近1成的植牙在10年内可能失败，或需要更换牙冠维修。而随着时间拉长到15年、20年，植牙的累积失败率还会再上升。所以一个20几岁就开始植牙的人，往后数十年内植体能否一直安然无恙，
中途很可能需要更换或种植，每一次重做都是一笔可观的花费，而且难度往往比第一次更高，因为可用的骨骼条件变差了。基于以上这些隐藏成本和风险，一些聪明的患者不禁会想，有没有更保守的方法，至少先撑个几年再说，不要一开始就砸下巨额费用，接受侵入性的治疗。如果有一个方案，费用只是植牙的零头，风险又低得多，就算耐用度稍差一些，也值得列入考虑吧。毕竟，就算日后真的非植牙不可，我们至少也晚了好些年再花那笔钱，省下的钱还可以拿去做其他保健或生活开销。事实上，在人工植牙尚未普及的年代，牙医面对缺牙病人时，确实是以各种保守的传统方法来帮助病人恢复咀嚼功能。放眼20世纪中叶以前，那时候压根没有现代意义的植牙技术，大家缺牙了，要么装活动假牙，要么就做固定牙桥。即便在早一些的古代，人们也曾经尝试用各种办法填补缺牙，例如古埃及人用金属丝固定人造牙齿，中国古代也有用雕刻的动物骨头或象牙嵌入缺牙处充当假牙的记载。可以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左右，人工植牙的发明才彻底改变了牙科医师的做法。早年没有植牙时代，活动假牙和牙桥就是主流方案。许多年纪大的长者年轻时都曾掉过牙，他们大多是靠着活动假牙过日子。虽然活动假牙咀嚼效率不如真牙，偶尔会松动不适，但经过一段适应后，很多人也依然能够正常进食，开怀大笑。我外婆就是一例，她中年时掉了好几颗牙，当时家境有限，没钱做昂贵的固定假牙，只能配一副传统的全口活动假牙。刚开始戴时，她觉得异物感很强，吃东西也咬不太动，但凭着毅力硬是练习适应。后来她带着那副假牙过了30多年，几乎所有食物都能应付。每当我劝她考虑现代的植牙技术时，她却笑着摆手说，不用折腾啦，我这副假牙照样吃花生米。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传统方法虽有不便，但并非不可用。当然，固定的桥式假牙相较活动假牙又是一大进步。很多在1980年代以前缺1、2颗牙的人，都做过那种两边磨牙戴牙套，中间悬一个假牙的固定桥。它的优点是比活动假牙稳固、美观和咀嚼效果也较佳，不需要每天取下。然而，正如前文所说，这种牙桥的缺点是得磨耗邻近好牙来当支柱，而且桥下的牙床骨少了牙根刺激，时间长了也会有些萎缩。尽管如此，在没有植牙可选的年代，固定牙桥曾经造福无数人。我身边不少长辈用了一辈子的牙桥，到老都相安无事。所以说，没有植牙的那些年，大家也并非无计可施，只是方法相比，植牙有更多局限与不便。直到20世纪中后期，人工植牙技术开始成熟，牙科医师才多了一项全新的武器。据说一位瑞典的骨科医生偶然发现钛金属植入骨骼后能长得很牢固，于是在1965年前后尝试把钛制螺丝当作牙根植入人体，获得成功。随后几十年间，植牙技术在欧美迅速发展，材料和手术方法不断改良，成功率大幅提升。到了约1990年代，植牙逐渐在亚洲地区流行起来，成为牙科诊所广为提供的治疗。可以说，植牙是牙科医学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发明之一，因为它真正实现了植入骨头内的假牙。这个过去的梦想大大改善了缺牙患者的生活品质。不过，也正因为植牙太成功、太热门，以至于不少人忘了，保守疗法其实也一直在我们身边，而且随着新科技的加持，变得更加实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接下来要介绍的粘着式牙桥。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说是传统固定牙桥的原理，加上新材料、新粘着技术的升级版。它弥补了传统牙桥需要大幅磨牙的缺点，同时免除了植牙的手术风险，正是一种融合了新旧智慧的创新产物。现在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那位资深牙医提到的更省钱、更安全的选择究竟是什么？答案其实并不神秘，反而是在牙科界行之有年，只是大众不太熟悉的一种疗法——粘着式牙桥。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拗口，通俗一点说，它就是用特殊粘着技术
把一颗1齿假牙粘在相邻的真牙上，来填补缺牙的位置。由于最早这类牙桥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开始应用，所以也有人称它马里兰牙桥。不过如今的粘着式牙桥无论材料还是工艺都大为进步，和当年的初代产品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牙医们更常直接称之为粘着式牙桥。那粘着式牙桥到底怎么做呢？假设你缺了一颗门牙，在缺牙两侧各有一颗健康的邻牙。传统的固定桥治疗需要将两侧邻牙磨小，套上牙冠作为支柱，桥接起中间的假牙。而粘着式牙桥则完全不同，牙医会为你量身定做一颗外观与真牙无异的假牙，通常采用逼真坚固的瓷牙，然后在假牙的一侧或两侧延伸出一片薄薄的翅膀结构。这个翅膀一般由金属或强韧的陶瓷材料制成，形状与邻牙背面的部分牙面吻合。医生在你的邻牙上只需进行极小的表面处理，可能是轻微粗化珐琅质，或在背面开一道浅槽来容纳翅膀的厚度，无需像传统桥那样把牙齿整个磨小。然后医生会将带有翅膀的假牙释放就位，调整到紧密贴合，再使用高强度的树脂粘着剂，牙科专用粘胶将翅膀牢牢粘在邻牙上，经过粘着剂光照硬化定型，假牙和邻牙就此连成一体。从外观上看，你重新拥有了一颗逼真的牙齿，而且几乎看不出任何人工修复的痕迹。整个疗程不需要动刀流血，跟补牙贴片的体验有些类似，大部分情况甚至连麻醉都不太需要适用。粘着式牙桥最大的优点就是微创与保留健康结构，邻牙仅做最小程度的修磨，保存了绝大多数原有的牙体组织。牙科有句名言，能不拔就不拔，能不磨就不磨，意思是能保留天然牙齿和其结构就尽量保留。粘着式牙桥正是贯彻这种保守理念的产物，它不需要牺牲邻近的好牙就能装上假牙，因此有人形容粘着桥是对邻牙最友善的固定假牙。相较之下，传统固定桥为了稳固，对邻牙做了不可逆的削磨。活动假牙则虽然不用磨牙，却需要金属钩扣住邻牙，使用时可能给邻牙施加额外压力，且金属构件也比较影响美观和发音。粘着式牙桥因为构造轻巧，又将受力分散在整片粘着面上，对邻牙影响极小，而且它装好后是固定不动的，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特别卸下清洁，只要像清洁真牙那样刷牙，使用牙线保持卫生即可。便利性和口感都比活动假牙好很多。前面我们讨论了植牙的高额花费，现在来看看粘着式牙桥在经济上的优势。毫不夸张地说，粘着式牙桥能省下的钱远远超过90%。以实际数字举例，一颗植牙如果要价10万元，那粘着桥可能仅需1万上下，实际价格因材料和牙位而异。纵使选用最好的陶瓷材料，最坚固的粘着剂，费用通常也不会超过植牙的30%。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植牙的费用结构复杂，包含植体、手术、牙冠，甚至可能的补骨手术等，每一项都昂贵。而粘着桥根本不涉及植体与外科手术，只需制作假牙和简单的粘着步骤，成本低了许多，收费自然亲民。对于收入有限的家庭或退休长者，粘着桥无疑提供了一种物超所值的选择，花1/10甚至更少的钱，就能重新拥有齐全的笑容和咀嚼功能。这听起来像是夸大的广告词，但确确实实是很多接受粘着桥患者的真实经历。那么植牙和粘着桥的差别究竟有多大？不妨让我们来做个有趣的平行时空对比。假设2位缺牙的患者小陈和小林，他们年纪相仿，缺牙的位置也一样，小陈选择了植牙治疗，而小林选择了粘着式牙桥。我们来看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各自经历了什么。第一周，小陈在拔牙的同时进行了植牙手术，过程中打了麻药，在牙床钻孔放入植体，术后肿胀需要冰敷休养。而小林这一周只是到诊所磨了一点邻牙，取了模型。不久后，第2次就诊时，他的粘着式牙桥就安装完成了。小陈此时刚动完手术不久，缺牙的部位还不能用力咬东西，小林却已经带着他的新牙吃饭了。
1个月后，小陈的牙床正在愈合，植体与骨头结合需要时间。在这段期间，他定期回诊检查，但缺牙处仍然没有装上牙冠，只能小心翼翼避免咬到硬物。小林则早已适应了粘着桥的存在，几乎忘了有缺牙这回事，照常咀嚼各种食物。一旦粘着桥有任何小状况，他也只需回诊简单处理即可，并无大碍。3个月后，小陈终于等到骨头愈合良好，医生为他在植体上装上了永久的瓷牙冠，缺牙处总算恢复了功能。从缺牙到重获新牙，他大约花了3个多月时间，期间包括手术费用、回诊费用在内，小陈也花费了数万元。而小林的粘着桥仍在稳定服役中。安装完毕后，他偶尔回诊检查粘着情况，但总体算下来只花了小陈不到1/10的钱。1年后，小陈的植牙运作正常，但他知道要好好维护清洁，定期检查，才能确保植体长久使用。他偶尔会担心，万一哪天植体发生问题，又得大费周章。而小林的粘着牙桥在一次咬硬物时曾稍稍松动过，不过他很快去了趟牙科，医生帮他重新粘好，又恢复如初。两人的新牙都在持续发挥作用。不同的是，小陈为这颗人工牙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也承担了更多医疗过程中的风险。这场平行对比或许有些理想化，却真实反映了两种治疗在时间、费用和便利性上的巨大差异。也许有人会担心，便宜没好货，粘上去的假牙会不会很容易掉？这是人之常情的疑问。早年确实有过一些粘着桥容易脱落的案例，使得不少牙医和患者对它的印象打了折扣。不过材料科技的进步已经大大改善了这种情况。首先，如今多采用高强度的陶瓷翅膀，例如氧化锆，取代过去常用的金属翅膀。陶瓷翅膀的颜色逼近牙齿，粘着时能与牙齿表面的陶瓷修复料形成坚固的化学连结，不仅美观而且稳固。再加上新一代树脂粘着剂的粘着强度远超昔日，使得现代粘着桥的可靠性提升许多。另外在设计上也有改良，以往常用双翼设计，假牙两侧各粘一片翅膀，在邻牙上理论上更平衡，但实际发现双侧翅膀很难同时维持完全紧密，多了一片反而增加脱落几率。现在多数情况下，医师偏好单翼粘着桥，即只在缺牙的一侧粘一个翅膀，由经验选择受力较小、条件较好的单侧牙齿做支点，往往能取得更佳的长期效果。有研究与临床统计指出，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粘着式牙桥5年的存留率可达90%以上，10年存活率也有80%左右。如果把使用几年后重新补粘一次视为正常保养而不算失败，那成功率更是接近90几%。毕竟就算某次吃硬物让翅膀有点松动，多半也只需简单重新粘着，就又能使用好长一段时间。对患者而言，偶尔去牙科报到一下重新粘回，总比要动刀清理发炎、更换植体来得轻松便宜吧。反观植牙如果出了问题，通常不是发炎感染就是断裂损坏，处理起来往往复杂许多，耗时费钱不说，还可能经历较多痛苦。就有一位王阿姨的例子值得分享。王阿姨今年65岁，2年前她掉了一颗上排的小臼齿，当时牙医也建议她植牙，但她考虑自己有高血压又怕痛，一直没敢做。后来听亲戚提到粘着式牙桥，她找到愿意提供这种治疗的医师尝试看看，整个过程对她来说轻松许多，不用开刀流血，只去了2-3趟诊所就安装好了牙桥。她形容感觉和补牙差不多，很快就适应了那颗粘上的假牙。如今2年过去了，王阿姨的粘着式牙桥依然稳稳的，她吃东西毫无不便，还常感叹早知道有这种好东西，当初就不用为植牙提心吊胆了。既然粘着式牙桥有这么多好处，那是不是人人都能用，完全取代植牙呢？也没这么绝对，它有其适用范围，如果超出那个范围，效果就没那么理想。我们可以总结几种情况，在这些状况下，粘着式牙桥可能是更理想的方案。其一，缺牙部位的牙槽骨条件较差，如果缺牙区的骨头太薄或高度不足，直接植牙很可能需要先行补骨或其他复杂手术，不仅成本高、耗时长，
还增加失败风险。粘着式牙桥因为不依赖骨头，而是利用邻牙支撑，就完全避开了骨条件不良的问题。其二，患者年龄尚轻，颌骨尚未发育完全，青少年如果太早植牙，将来随着颜面骨骼长大，植体位置相对变低，可能产生牙缝，影响美观。因此，通常要等18岁以后才能植牙。在这空窗期，用粘着桥来填补缺牙，可说是最佳的过渡方案。待孩子成年后，再是需要考虑长久的治疗，选择权都还在。其三，患者因健康因素或心理因素不宜手术，比如有些人患有凝血功能障碍、严重心脏疾病，或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做植牙手术风险较高。又或者有人极度怕打针开刀，只要听到手术就浑身发抖。对这些人而言，粘着式牙桥提供了一个完全无需动刀的替代选择，免除了手术相关的风险和心理压力。其次，预算有限的患者，这点其实不用多说，经济因素是治疗方案考量中很现实的一环。如果荷包不允许植牙的高昂费用，那粘着桥几乎就是专为你而设的福音。花小钱办大事，重拾笑容和咀嚼功能，对许多退休长辈或收入较少的人而言，粘着桥让他们有机会负担得起牙齿重建。其五，希望快速恢复缺牙的情况。植牙从拔牙植入到最后装上牙冠，往往需要数月等待骨头愈合，在这期间缺牙的空位是空着的，而粘着桥通常在几周内就能完成全部治疗。一些人因为工作、婚礼等原因，急需在短时间内补好门面，粘着式牙桥无疑是救急的首选。其六，缺牙邻近的牙齿本身已有大范围补缀物或瑕疵，假如缺牙旁的牙原本就有大补过或牙套，那采用传统牙桥其实也并非坏事，因为顺便可以把邻牙的旧补片换新，一举两得。但如果邻牙很健康，谁也不想磨坏它们来装桥。粘着桥在邻牙上只需微小改造即可，不仅保持了邻牙原本的强度，还可以在设计时将邻牙原本就需要更换的补料整合进新的桥体设计中，一箭双雕。总之，粘着式牙桥并不是要完全取代植牙，而是为特定族群提供另一种更符合需求的选择。尤其上述这些状况，你不妨和牙医讨论看看粘着桥是否适合。听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如果粘着式牙桥这么好，为何很多牙医从没提过这背后牵涉到观念和利益的多重因素？一方面，老一辈牙医对粘着桥的印象停留在数十年前，当时因为材料限制，这种牙桥确实容易出问题，他们可能曾经为病人装了又掉，掉了又装，搞得很麻烦，因此渐渐对它失去信心。相反地，植牙在过去几十年一路走高，成功率有目共睹，自然成为缺牙治疗的首选。一来一往之下，很多牙医的思维模式已经固定，缺牙先想植牙，粘着桥反而被遗忘在角落。另一方面，不可讳言，现实的经济动机也会影响治疗建议。对诊所而言，植牙是高收益项目，而粘着桥收费低，制作还需要一些技巧。很多牙医师在日常职业中只花极少的时间接触这类粘着桥案例，可能在技术上不够娴熟，做起来没那么顺手，加上粘着桥有可能日后脱落需要免费重粘，某些唯利是图的诊所就更不愿意主动提供这选项了。他宁可只给你两条路，要么花大钱植牙，要么去戴不方便的活动假牙。于是对患者来说，粘着式牙桥仿佛成了行业机密，不是因为它真的多新奇，而是很多人有意无意地把它排除在讨论之外。所幸现在情况在改变，随着材料和技术的进步，加上年轻一辈牙医乐于接受新观念，粘着式牙桥正重新进入主流视野。越来越多重视微创、以病人利益为先的医师愿意提供这种疗法，有些公立医院或健保体系也开始把粘着桥纳入治疗选项。对病人来说，这是值得欢迎的趋势，因为多一种选择，就意味着你的治疗可以更量身定做，而不只是被推向昂贵的单一路线。归根究底，资深牙医揭露的行业机密，反映的是牙科治疗中的一个核心价值，尽量保护和保留我们天生的牙齿。牙齿是人体中最坚硬却又不可再生的宝贵资产，每掉一颗就少一颗。
用再昂贵的人工物替代，也难以完全媲美真牙的妙用。因此，有经验的好医师会在治疗中为患者设想，能保住的真牙就设法保住，能省下的钱就替患者省下。对我们患者而言，也应该了解不同治疗的利弊，才能和医生一起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案。植牙并不是洪水猛兽，它确实帮助无数缺牙的人重拾笑容和咀嚼，但它也不是唯一的道路，更不是毫无缺点的万能神话。而粘着式牙桥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境，但在许多时候，它是一个经济实惠又相对安全的严肃选择，不应再被埋没。经过今天的深入探讨，希望大家明白，当牙医热心推销植牙时，不妨停下来多问一句，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也许届时医生才会想起，对，其实还有粘着式牙桥或其他保守治疗可以考虑。身为患者，我们有权知悉所有可行的选项，唯有掌握充分的信息，我们才能守护好自己的真牙和荷包。总而言之，缺牙后的重建就像人生的选择题，贵的不一定就是最适合你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当然，每个人的口腔状况都不同，最终如何选择还是要尊重专业牙医的评估与建议。但至少现在你知道，在植牙之外确实存在另一条道路，它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却默默地为许多害怕手术、预算有限的人带来福音。这条路就是利用当代先进的粘着技术粘起你的新牙，同时守护住你原本的好牙。请谨记，能多留一颗真牙，就少一颗人工装置，这才是维护口腔健康的不二法门。希望所有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拥有一口健康又幸福的好牙，笑口常开。